Hello， 准时7点钟开 Cam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爱的人，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，只是 POV 了。欢迎回到我的 POV 试驾系列啦。大家看一下我身后面这一辆非常漂亮的一辆 EV 车，在我这个频道呢也试驾了不少的这个电动车啦。在我身后面这一辆就是来自于 GWM 长城的 Aura 07。之前呢我在车棒呢有试驾过他们的 Performance 版本。顾名所义 ，Performance 版本就是4驱的，那么它有408 PS。680个牛顿米的扭力啦，双马达，在我的手上车棒里面做出的成绩大概也是25多。那现在在我身后面这一辆是一个前驱版本的，它的轮圈呢就没有这么大力啦。从外观上面的分辨呢，就是看它的轮圈，如果是 Performance 版本呢，它是大来的19寸的。坦白说，这辆车的车头我看了非常的喜欢，因为在这么多现代的车的设计来说，很多人都是你超我，我超你啦，我要贯穿式尾灯，你也要贯穿式尾灯，我要流水线的 signal 灯，你也是一样要用这一样的东西。在我身后面这一辆呢，就非常有设计元素，它综合了古典、高级、科技。虽然呢，掀背型的外观有一点类似像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的 Porsche Panamera。前驱成为 Long Range 的版本，卖着170千左右 ；Performance 成为4驱的版本，卖着190千左右。它的竞争对手是 Tesla 的 Model 3， 还有 BYD Seal。车身的长度为4871mm， 比 Model 3长了151mm， 宽了12mm， 高了60mm。Front Wheel Drive 的版本呢，可以产生204 PS， 340个牛顿米的扭力，0到100 7.9秒。Performance 的版本408 PS， 680个牛顿米，0到100 4.3秒。可见加多一个马达就是乘2的这个马力和扭力数据。电池容量呢83.5 kWh， 前驱的版本呢，充满电可以行驶640 km，Performance 则可以行驶483 km。你要走远途要省电的话，还是买前驱的已经是蛮足够的啦。虽然它的这个动力没有 Performance 强，这个就是这辆车的这个钥匙啦。其实它长得非常的特别好看，可是摸下去它并不是 Aluminium， 也不是铁，它是 Plastic。所以它这里有3个按钮。锁跟解锁，还有打开车尾箱。我们先来解锁一下哈。当你解锁的时候，你看到 LED 大灯还有 DLL 的日行灯都会亮着。我其实个人是非常喜欢它的这个车头灯的，它整个设计来说非常的有层次感，然后设计上面也是非常下重本啊。再来就是我喜欢它的尾灯啊，车头虽然是圆形，可是车尾灯它是一个椭圆形，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看的一个 light bar， 然后还有这个非常有 3D 层次感的。当你解锁了这辆车之后呢，你会看到这里后面有一个尾翼。它会跟着起来，是我们叫做 Welcome Mode。这个尾翼呢，可以通过里面的唱机开跟关，或者是开 Performance Mode。在你行驶高速的时候呢，它就会上来。而且你不要看小这个尾翼，它其实是真的有作用的哦。当你行驶在高速、快速的时候，有了这个尾翼，它会把这个风下压，让这个尾巴稳定一点。解锁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，可是它锁门的时候啊。它好像有一种声音的，就是跟你说拜拜。开启尾箱的方式呢，第一个就是长按这个按钮 ，OK， 所以它可以打开它的车尾箱，关也是可以用这个哈。而第二个方式呢，就是其实它后面这里有一个电池阀，就在这边，你按一下它就可以打开了的。第3种方式就是它其实有 kick sensor， 把你的脚放在这里下面刷一刷。也就是可以打开了啦。由于它是掀背型啊，这辆车的开口就比较小了，而且它高度就没有那么高，然后它的悬挂也占了它的尾箱空间，所以它开口也不大。好在呢，它的2个后面的椅子是可以做倾倒的。那昨天我去 IKEA 买了一张桌子，还有一个夹，足够让家私可以塞进去的。OK， 当我靠近这台车呢，它是不会因为我的钥匙靠近而解锁的，那你就是需要按这个 button。很可惜只有一个门而已，所以我在左边的门是没有的。当你解锁了之后呢，它的手把就会出来咯，然后它的 side mirror 也会自动开。
当你打开门之后呢，你会看到这里面的气氛灯果然是真的非常的漂亮。当你在驾车的时候呢，它也会提醒你啦，如果右边有车来，它就会亮这边，还有这个中间的，左边的话就亮左边的气氛灯。有时候我觉得我不需要，有点烦人嘛，暂时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关闭的方式啦，它就不需要有任何的 start button。你踩在刹车之后，你会听到有一个假的 start 车的引擎声，我把门关掉一下哈。关门之后呢，它的椅子会推到去本来你的 memory。这辆车的气氛灯果然看了都不便宜啊，换色啊都是微微的，有一点类似奔驰那种优雅的感觉，它绝对不是那种便宜的气氛灯。当然你要更换的话呢，也是可以通过 vehicles lights ambient light， 也可以更换很多种这一个颜色。但是我看了这么多款中国车以来，它可以更换最多的这个功能的啦。那 intelligent 也可以，它会跟着这几个颜色来更换，而且它是慢慢的更换，整个过程是非常的丝滑。其实我很喜欢中间这一块，很好看。3元式仪表，可惜它的功能只可以更换这一块的显示。方向盘的 button 按一下，等到这个青色了之后呢，你可以通过这个拨杆上下掰。Alright， After start 电号 ，OK。还有你的胎压侦测器，这个呢就是显示你是前轮还是后轮哈。但是这辆车是前轮驱动嘛，所以你只可以看到前轮在动，所以也没有什么意义啦。这个是自动远光灯的开关，自动头灯的开关，它就没有任何的拨杆给你开关，除了在场景里面按之外，这个快捷键是让你快速的打开跟关闭灯了。这个button上下滑动来调整那个头灯的高低，你可以看到吗 ？OK， 然后这个就是打开车尾箱。我们就去后面看看一下，有双层玻璃，所以它的隔音相当的不错。掀背车看着拉风没有错，可是对于一些老人家上下车就比较少许的困难了。你看坐进来还要把那个头歪一下下，可是坐进来之后呢，无可否认它的乘坐体验是蛮不错的。椅背呢，八泡棉是偏软的，坐垫也是偏软的，所以蛮舒服的。头部空间是比较差了一点，因为掀背型嘛，这个玻璃呢是肯定会粘黑了一点，不然大热天会比较热一点啦。腿部空间大概一个拳头，前面由于我下车了之后，那个椅子是往后面退，腿部空间大概一个拳头啦。我的脚要塞在里面会比较难一点点。前后的 carpet 是用着类似像 Rolls-Royce 的材质，所以我觉得这辆车值得的一提就是，当你花了这个价钱买下去，它除了可以得到一个特别的外观，我觉得它 carpet 真的有下心思哈。不过这个 carpet 如果是有遇到下雨天或者是有沙那些哇就完蛋。如果你把鞋子脱掉，你踩下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。它有2个冷气出风口，它的质感其实 OK， 虽然是塑料啊，但是它用的塑料的材质其实不错的一下。还有一个 Type C 的接口，还有一个 USB 接口，基础由前驱平台所打造，隆起的面积只有那一点点，不影响我们乘坐的舒适感。这里还有一个中央扶手，那手可以这样子非常舒服的放着。天窗，当然它是没有遮阳帘啦，如果你需要的话呢，其实它后备箱有那种 magnet 的系上去。打开门之后，这就会给你这个闪灯。如果后面有车来，它也会提示你啊。前后的可以摸到地方都是用的皮革，还有车缝线在这边，这一些都是皮革。当然下面是硬质塑料啦。这个喇叭 Infinity 哈，总共拥有11颗，而且音质真的还不错哦。打开一下这辆车的引擎盖，好吧，座椅都有电动调节，还有3组的记忆座位哈。这辆车的充电口在前方的右侧 ，AC 充电呢可以支持22个 kW，DC 快充可以最高支持88个 kW， 从38%到88%只需要32分钟就可以完成了。每天都有充电的情况下，你其实不需要每天把它充到100%，其实88%就足够了，因为它的充电方式就跟我们手机一样，0到80是最快，80到90就慢了一点，90到100是最艰难的。因为它是前驱的关系，前面就没有 frunk， 它有塑料把它盖起来哈，看不见。这个就是 battery。玻璃水、coolant、刹车油都在那边。这个不是进气口，是假的，没有动的哈。这一排车的底盘设置，前面为麦花臣，后面是一个多连杆的设置。轮胎呢是用着 Hankook 的 S1 Evo 去的轮胎，235/50R18的尺寸，前后都是一样的尺寸呐。Performance 的话是配搭的19寸 Michelin Pilot Sport EV 的轮胎。不管是买到 Long Range 还是 Performance， 前面的刹车卡钳一定是双活塞的刹车卡钳，后面是一个单活塞的，所以可见这辆车18寸看起来比较小颗一点啊。如果19寸真的是太好了，但是为了省电的话，18寸还是不错一下的。副驾驶也是配搭的电动座椅，2张座椅都有按摩的。那么这边有一个悬空的地方，可以置放你的东西，还有2个 USB 插槽，还有一个12伏电话。这里还有一个 Day Direct Code 啊，那还有一个
这里面还有 carpet 哦，这些都是皮革包覆，这边都是类似像阿坎塔拉的包覆，所以整台车质感不错。如果买到 long range 的话呢，内饰都是全黑的 ；performance 的话，里面都是巧克力色。当然，如果你喜欢，你还可以花多一个2500来升级你的 long range。我记得 performance 有一个按钮可以直接立马的按下去，它就是进入 sport 的模式哈。那 long range 就没有啦，这些按钮感觉哈，中规中矩啦。方向盘其实可以调整上下前后，没有问题。自动雨刷，类似像奔驰的怀档啦，你踩的刹车。往下掰，它就会进入 D 档，推到最上就是 R， 这里就是 P 了。这是我正常驾车的视角。当我拔到 R 之后呢，它会往下移，左边那个也是一样。当然，如果你要设置你个人的调整的话，你把下次拨到 R 之后呢，调好你要的角度，所以下次你退车的时候啊，你拨到 R， 它就会回到你想要的这个位置啦。这里就是锁门的 button， 锁下去，你就可以看到旁边的 door handles 啊，就会收起来了。眼镜收纳格。这里多了一个断电的 button 哈，必要的时候呢，你其实可以按了这个 Q button，OK， 它就会断电了的。当然不需要打开门之后啊，再上来踩刹车，它才会再继续回去啦。驾车的时候啊，如果你遇到紧急事情，你想要断电，你必须要快速的按2下，它就会完全停电。Auto dim rear view mirror， 这里有一个 USB 插槽，那如果你是有装行车记录的话呢，这个是真的非常的方便了。这里有一个按钮。亮了红灯之后呢，就是代表打开 AC 了的，压缩器有开了的 Hazard Light， 就是开声跟关声啦。如果你要快速的静音的话，这个是非常好用的。Front and Rear Defrost， 这个旋转的按钮呢，就是它的冷气的风速。当然，如果你要 On Off 的话，这里按也是可以。当你调节到比较热一点的话，就变红灯了；如果你调节比较冷一点的话呢，它就变蓝灯，按下去就会 auto 了。这里就是它的驾驶模式了。一打开车了之后呢，肯定是 Eco Mode 的，这个就是 Well-being Mode， 它是非常容易驾的一个模式。它把那些什么自动雨刷、自动头灯啊，全部都打开了。Normal Mode、Individual Mode， 这个置杯架也是非常有意思的，按下去哦。它就会打开了。它给一个置杯架有点不够我用。假设我买了一个比较大杯子，这个也放不进。你看哦 ，iPhone 11也放不进。无线充电，把你手机按下去，你听到有一个叮的一声，它就是充电了。这边还有一个中央扶手，这有冷气，都是皮革。冷气出风口呢是没有的，在这里调的，你必须要通过这个荧幕。冷气出风口还可以选择它要向左、向右 ，Rear Air、Mirror Air、Single Aspect Air。座椅还有通风，2张座椅。哎呦，吹了之后淡淡真的是冷哦。主机呢其实蛮顺畅的，用的 Snapdragon 的这个 processor， 这个就是它的主页面。当然你可以进到去看一下你的这个功耗。那这辆车的公里数大概2万哈，那这个是不能 reset 的。2万公里以来让这么多媒体去试驾，它可以得到的综合的这个电量 15.8 kWh per 100 km， 我觉得这个数据其实蛮不错的。还有无线的 Apple CarPlay。但是有一个非常可惜的地方，就是如果你是用这 Google Map 啦 ，OK， 你要回到去主页面的话，你还要回到这边按这个按钮。但是其实有一个比较方便的事情，就是你按这个 AC， 就会打开这个页面了，你可以回到你的主页面。当然记得 AC 要打开回去啦。当我去到这个 Settings 里面了之后，这个 Sound 这边呢，有一个非常好玩的叫 Sound Effect， 打开它的模拟声浪。当然，如果你走高速的时候呢，你不喜欢，你要安静，你可以把它关闭。Racing Car。这个方向盘有一个星星的按钮，这个是一个快捷键。现在暂时是调整的360 camera， 它是非常清晰的哦。它还有 intelligent parking， 然后还有 reverse tracking。当你去到一个巷子，你走到尽头，你觉得很窄，你不会退后，它会有这个 memory 啦，是蛮不错的，非常清晰的，有没有？那你去到这个 in car 的话呢，你可以看到这边有3组的记忆座位给我们的这个驾驶员。当你调整完你的座位之后呢，你长按，它就会记着了 driver's massage， 背部那边就会再开始按摩了的，然后就可以调整你要 low、medium、high， 它有很多的这个功能啊。那我在我妈妈的时候呢，我就开给她，她也是非常开心，哇，很舒服一下嘞。那这样子有 HUD 抬头显示器，还有一个 Snow Mode， 也可以显示你要导航，还有 Smart Drive， 所以很多东西可以去玩哦。我很喜欢这辆车的这个设置，很多东西可以去慢慢的去研究。自动雨刷还可以调节它的敏感度，你要开小灯什么的，你就要必须通过唱机来
关闭，后雾灯也是要通过这边开的。这个 One Pedal Mode 如果打开的话呢，它就类似像 Tesla 这样松开这个油门的话，它可以完全停下来。当然，如果驾习惯的话，这个是非常好用的。这样子的 Smart Driving 呢，就不需要多说，它其实什么都有，自动跟车系统 Stop and Go， 自动刹车系统 Lane Keep Assist 上面可以拉下来，可以打开一些快捷键啊，比如说360 Camera 啊、Auto Hold 啦、舱机的亮度啊，全部都可以在这边调的。你看我踩油啊。好玩吗？对。当我打开了这个假的引擎声浪之后啊，我慢慢行驶的时候，它还是有一点点微微的声音的。当然，这个取决于你的这个音量哈。你打开大声一点，它就大声哦；关闭小声一点，它就小声哦。就是这样。那第一手上手的时候呢，我觉得这辆车的悬挂一点都不软呢。驾了这么多中国的车，不管是电动车还是汽油车来讲啊，它都是偏硬的啊，好像有一点类似像我们普通车，当你换了 Sport Spring 的那种感觉，就是那种避震器的这个来回的行程就变短了哈。对，路感是非常有的哈。因为之前我在十磅试驾嘛，那十磅的路你都知道咯，都比较平的啦。十磅试车你完全试不到啊，我们真正在马路上的那种感觉。所以这次终于有机会体验到在马路的感觉是怎么样哈。给这个Signal 的这个拨杆呢，就比较特别哈。它是不会因为你拨到最左边还是右边，它就停在这边，它不会。它是如果你要关闭的话，你就要 tap 一下这样子，不管 tap 哪一个方面，就好像以前的宝马就是这样了。这辆车的这个 Energy Recovery 呢，把它调到最高，所以你看，当我松开这个油门啊，我们理解成为电门啊，但是我还是习惯叫油门了的。你会看到这里 negative 多少 kilowatt 的时候，它就是在电能回收。那它的这个就感觉到有人在帮你踩刹车那种感觉了。这辆车如果我放一个 GoPro 在那边也没有用，因为它根本是没有转速表那些给我看。那你只是要看一下数据就好了哈，我走了多少 km/h。那我用这多少功耗，全部都是在前面的镜头，你们都看得到。其实这辆车啊，它虽然的避震器有点稍微的硬，我感觉到就是它的 spring 硬啊 ，absorber 软，所以呢，有时候它在高速的时候是挺舒服的，在低速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微微的这辆车会有一点弹跳来了。其实它的驾驶感受是的确是蛮舒服的，由于这辆车的这个隔音是相当不错。加上它又有按摩仪哈，对，我现在基本上哈，我一边驾车一边在按摩的。方向盘的这个灵敏度也不错啊，现在是不是放在 Sport？ 哇 ，OK， 可是它的这个精准度是有的。我觉得这辆车必须要进步的一点就是它的这个方向盘，那么它的握感其实还好还行。如果它的设计再有一点这个手感的话呢，握起来是比较舒服一点的。再来就是这辆车的这个坐姿啦，我觉得这辆车的坐姿，感觉上对我来讲哈，好像还有一点点抓不住我最想要的这个姿势哈。不过的确，它的座椅是 OK 的，蛮舒服的，泡棉软软 ，OK， 支撑性还 OK。驾电车呢，驾得越快哈，它就越耗电啊，就等于你用手机在打游戏一样，你玩个王者荣耀，你玩个封神、原神啊，然后它的 graphic 很好，是不是？可是你的电很快就完蛋。那跟车是一样的道理啊。那相反的，这辆车如果在市区驾驶呢，你越驾得越慢，你塞车那些，你很久才看到它掉一个8仙。那目前为止呢，我拿到车到现在啊，我没有真正试过从180仙驾到去20-30，我没有试过，因为我有一个强迫症啊，就好像我每天用手机一样，我每天会把这个手机充电，充到明天早上起来我就把它 unblock。所以手机呢，到20-30%仙我都顶不顺了啊。可以的话，我一回到家就充电充满了再出门，我完全不可以给它没有电的。这辆车的尾翼哦，要通过这个 Drive Electric Spoiler。OK， 它现在是打开的。好，那我把它关闭试看。感觉到哦，那个尾巴没有这样压下去地上哎，你要有一点轻飘飘的感觉。我再把它打开，不要小看这个尾翼哦。是哦，真的有感觉嘞。这个尾翼哦，不是心理作用哦。如果我把它关闭的话呢，你会感觉到那个车尾没有这样跳，因为它好像不再压在地上的感觉。反而打开的话呢，
就哇那个车尾就跳跳跳啊，其实真的是有下压力哈。我试一下 Well-being mode。不知道透过荧幕前的里面听到这一个假的引擎声浪啊。当我松开油门，我很明显感觉到它的这个电能回收就比较少了，就比较顺的驾，比较像我们在驾普通车这样啦。松开油门的时候呢，它就会顺的滑过去啦。油门当然比 Eco Mode 呢来的敏感一点点。其实这个3D button 放在这边其实很好啊，我可以很容易去操控我的冷气风速啊，那些都很方便啊。换过去 Normal Mode。Normal Mode 就有电能回收更加的高一点了啊。这种声浪让我更热血啦，所以那时候在设放假的时候很不错一下的感觉哈。来，然后还有就是 Sport 啦，那个油门更加的敏感。这辆车呢，它有自动跟车系统、智能跟车系统 Stop and Go， 它的这个使用方式呢是跟 Tesla 一样的，你往下面拨一下 ，OK， 它就会开启了。可是它没有开启这个 Lane Keep Assist， 你需要拨2下。你看到这边有多一个 Steering 的 logo， 它就是了。那我就把它调成80 km/h 吧。当你踩油门或者是刹车的话，就自动解除了的。那它就没有一个 Resume button。你必须要再 set 过啊，这个是它麻烦的一点，所以你不会看到这里有那个 resume 啊。然后这边呢就可以调整它的这个跟车的距离，我把现在暂时调到是最远的哈。诶，哦，要 hold steering， 可是它的这个方向盘就有一点大动作，虽然这个线也不是很明显，它就你看它的方向盘就摆左摆右，这样去到线比较明显的地方，看它会不会还是这样啊？ OK 了，它只是一个辅助啦哈，不要当它是一个自动驾驶系统，好不好？这个 corner 它踩刹车，然后 OK 不用紧，我把它解除掉，我自己驾会比较好啦哈。当然这个赛车的时候是比较好用啦，至少它的刹车啊，不像一些汽油车啊，还会有那个 ABS kick in 那个咔咔咔那种声音啊，会让你可怕。把这辆车调成 Sport。OK， 来，我们来做一个0到100的测试，踩完。觉得它的这个 front wheel drive 已经是非常足够用了的啊，其实真的蛮有力的哈。而且我们买电动车，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它可以行驶更远嘛，所以这个前驱的版本它行驶的这个里程可以640 km。虽然在我们日常生活驾的话呢，它可能顺驾可以去到500，其实也是蛮够的哈。只要你的这个行驶里程啊 range 啊可以去到500以上，那你就很安全的可以从 KL 充满去到槟城没有问题哦。槟城在找充电桩也是 OK， 也是蛮多的。这样子刹车其实的确 OK 诶，它是双活塞哈，双离合不啦。当我在 Sport 的时候 ，OK 啦。当然我喜欢 Individual， 为什么？因为 Individual 会调到比较重的方向盘哈，然后它的 Regeneration 是最高。哇 ，Individual Mode 限我的速诶，150 km/h， 对咯。然后呢，这辆车的限速呢是在170 km/h， 如果是 Performance 的话，限速到180。当时我在Sepang的时候呢，我也开过 Performance， 其实他说180啦，但是我开到187，真的是不能再去了。它有限速嘛，所以唯一不好玩的一点就是有限速这么低而已啊。你买到 Performance， 反正我 Long Range 也是可以去到这样，差不多嘛，差不远嘛。不能去了，150。
Eco 掀起你的偏向，会让我觉得有点丧。避开你流露出的锋芒，别跟我斤斤计较，算就这。这辆车喇叭其实还算不错啦哈。OK， 当然它会比起 Tesla 的之下，我驾过这么多电车里面哦，Tesla 的音响真的是一级棒啊，真的是很棒，好像在听 opera， 还是在听那种演唱会有感觉，真的很棒很棒。那这辆车是它之下一点点哈，在我试驾这么多车里面哦，普通车里面啊，它这个音响的确是在上面的啊，不错，真的很棒，非常的好。驾车被听到这种 fake sound 的话，你会热血澎湃吗？我觉得还算不错啦。哇 ，cornering is good。我在Sepang驾过的时候哦，我觉得它的这辆车很听话，虽然它是有点重，尤其是 performance 的版本是的确重的，可是因为它的这个有一个非常特点，就是它做到就是在我过弯的时候啊，它会收尾啊，它屁股会收尾，让我对准那个弯去过，所以我觉得是蛮好玩一下的。连instructor也是这样，呀，那辆车是不是很特别？是不是？你可以重踩刹车，然后让这辆车的尾巴甩一点点啊，让你去很顺对准那个头是顺利去过弯啊。这辆 Aura 07的 Long Range 版本其实是非常值得买的。当然，如果你要求动力的话，你可以 upgrade 到 performance 的，当然它的续航能力会比较差。可是如果对于我这种日常生活上下班啊，你可以用花这个价钱买到 Long Range 的版本，前驱已经是非常足够的。0到100已经是赢很多车了的啦，无论是外观，无论是内饰，我都个人是非常的喜欢，甚至觉得这个价钱买到这样的样子很特别。你看，我不管去到任何地点呢，路人都会多看几眼，包括前面这几位大哥他们都会在看。哎呦，这个车蛮漂亮的。当然，这辆车我拿到是紫色，受女性的喜欢。可是我觉得你是男人的话呢，你应该会拿白色或者黑色。值不值得买？我觉得这个价钱非常的值得买。以所有的配备来说，舒适性还有它的外观，的确加分。OK， 刚才这个影片就到这边。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集的 POV 冲上云霄再见啦 ，Goodbye。